小心感冒。稍微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家了。我还好，不过以这座别墅的大小来看，地暖升温还有差不多10分钟。需要更厚的被子吗？我可以去卧室找找。当然，不过比起温暖你，不如说我也想离你的体温更近一些。地暖已经热起来了，看来这位小姑娘需要的不只是她的温度。想去卧室吗？我们可以一起躺在柔软的棉被里，延长这份感受。好。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项目。最近这项研究在学术圈风声很大，所以便有资方赞助了这场大型实验。恋人们的大脑中对应位置的神经元同时激活，就像一同跳舞的舞者。这次的实验样本有200对情侣，主办方会对他们进行追踪记录。在对脑电波进行采样后，科研机构会验证情侣双方在产生情绪时脑电波的变化。确实雷同，不过这次的实验还会额外增加一些其他的测量参数，方便和官方量表对照。这也就是我需要负责监督的工作内容，需要一些严谨，但很轻松，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时间安排。只是可惜，这杯咖啡有些烫，没办法很快喝完。日间虽然还早，但今天风尘仆仆地赶了一天的路。
我想，我们可以放任自己提前休息，恢复能量。我这边也是，储物间没有什么可以当做床的家具，所有沙发也不是两用的设计。继续揣度也想不出来，不如直接问问他们。我是许墨。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。刚刚被告知，我们也在实验的成员名单中，而空卧室就是实验的一环。主办方说，我们可以去家具城选择需要的家具，费用由他们承担。你现在的情绪正好验证了他们的实验变量是有效的，不是吗？不过是否选择参加实验是我们的自由，就算不愿意参加，这位同学也不必有顾虑，可以直接告诉我。这个沙发的牛皮很柔软，弧形月牙的设计也很别致，要来和我一起躺躺看吗？因为遇到了感兴趣的设计。你好像很喜欢这个花瓶，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买回家？怎么忽然这么说？当然，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。我很喜欢你的情绪。
我倒是觉得人类的每种情绪都是必要的。你身上的不同情绪就像是折射出瑰丽而繁杂的光线，这让我深感好奇，也让我更想要去探寻这些光线不断变换交融的模样。比如现在，看来这位小姑娘势头很足。那作为回应，我也会更仔细地感受从你身上得到的情绪反馈。选购的家具打包好了，卧室改造还在等待我们。走吧，回我们的家。不再睡会儿吗？凌晨停电了，制热设备中断了几小时。我很喜欢你此刻嘴角上扬的弧度。可惜，我现在也是跟你一样一无所知的参与者，实验对象小姐。好。这位享受早晨的小姐，现在是想吃早餐了。
还没有。看来研究我的反应，就是这个早晨让你开心的方式。为了让这位小姐更开心，不如再进一步吧。我喜欢你在我身上做的一切。在想你的手法，就像在拨动花草，轻抚枝干，舒展花朵与叶片。你的手指有些凉，被子盖着的地方很温热，裸露在外的身体因为窗缝里露出的空气而有些冷。这位小姐，还想引导我说些什么呢？你考虑太久了，所以接下来换我来做这个谈心的引导者吧。我想，刚才的引导并不完整，我可以把它变得更完善。从这里到这里，
如果给我一张情绪量表，我会给现在的小姑娘一个很高的指数。听起来你对这次实验有些意见。这么听来，主办方对这个实验模型的优化的确很有必要。其实我有参与这个实验原本的模型设计，但模型本身并没有这么有趣。或许是为了增加互动感和趣味性，所以主办方在落地时依照理论对模型进行了优化。我喜欢这些惊吓，它们很值得让我们留下回忆。这是我的实验对象的考验，还是这个度假村的挑战呢？看来我只能接受挑战了。这是水培的散叶生菜，叶子紧实，是目前我看见新鲜度最高的菜品。那是土培的，这个季节水培水芹比土培的含水分更多，味道也会更好。我只是把养花草的经验举一反三，试着转嫁到了青菜上。老板，包水饺的话是什么肉比较适合？等一下，请先不要切，这是前腿肉吗？猪前腿往上是肩胛，在分割时为了方便下刀，会把肩胛一部分肉一起切下再分割。这里没有一块肩胛肉的肌肉走势能跟你手上那块前腿肉连上，倒是能和角落里的那些肉连上。前腿肌筋膜的数量少于后腿，我想老板大概是太忙，不小心把后腿肉拿出来了。在脑科学的临床实验里，经常会涉及到动物的解剖学。你想听听相关的故事吗？最大的区别，大概就是从观察者变成了决策者。我需要自己思考蔬菜的味道和煮熟后的口感。你喜欢的菜是嫩一些还是脆一些？这让我有些苦恼。
谈不上难，只是可能需要一些勇气。我需要亲自寻觅和筹备，深入这些明亮温暖，有时还有些小危险的角落。我也有发现，这位小姑娘今天似乎很喜欢看我买菜时苦恼的模样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反应跟我们前几天有关情绪的结论反过来了？这样看来，那些有些负面的情绪也没那么可怕，不是吗？那些日复一日生活中的情绪波动，只是我们幸福感中的很小一部分。所谓的烧烤功能是把锅的盖子设计成了烤盘，恐怕达不到真正意义的烧烤所需要的加热功率。而且这款锅的质保期比较短，售后的网点也只在全国的个别市有。不过我的女朋友似乎就是用的同款，麻烦帮我装起来吧。我只要一口锅就可以了，用不上购物车。锅铲我自己来选就好。那款防烫的炖锅帮我取一下。另外，那辆购物车麻烦您推过来吧。除了厨具，围裙和手套也需要买双份，还有厨房专用的清洁用品。要准备的好多。就这些吧，谢谢。陷入消费陷阱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吗？好，那就离近点，帮帮我吧。正好我不算熟练，这个姿势方便你随时纠正。
一定会很好吃，毕竟是我们一起做的。不过在新的一年，我会尽可能地尝试脱离这位小姐的帮助，独立去主导这个过程。既然有你的许可，我就不逞强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陪我去挑战更复杂的菜单吧。切菜的手法转换对蔬菜脆度造成的影响，比我预想中的要大很多。往肉类里面加入水果炖煮也很有趣。所以虽然这几道菜都很好吃，但我最喜欢你加了巧丝的这道炖菜。这位同学的比喻总是那么天马行空，似乎你所感受到的每一寸世界都是那么精彩和有趣。就像这些丰富的菜品，能让你产生丰富的情绪，也能让你迸发灵感。既然这样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做些有趣的事？我想感谢这位和我共享世界的小姑娘。不建议吃。这些春联的用语似乎都有些普通。我在想，不如买些原材料，我们带回家自己写写看。我忽然想起还有东西没买。不用，就在旁边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买了些烟花，还有爆竹。
作为体验者，当然要尝试一些足够刺激的事。那我来吧。不论是听觉还是味道，我得到的刺激远比我预想中的更加夸张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对许教授的刻板印象。好在今晚正好是一个除旧迎新的好时机。我想了很多种回答，很多种形容词，快乐、温暖、幸福，每一个词似乎都是我的感受，却都显得有些单薄。不论是在温暖的房间里，和你一起在明亮的灯光中下厨，还是一起点燃爆竹，制造噪音，在实现这些事的一刻，我产生了一种隐约的感觉。这些似乎都是我一直以来并没有刻意惦念，却很想做的事。而年复一年的心碎里，你都在帮我实现这些，连我自己也并不那么明晰的心愿。所以如果说还差了什么环节，那应该是我想让我的小姑娘感受到我的幸福。我想更清晰地向你描绘它，不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修辞，或许也不用开口。
足够说明吗？那今夜，我将全部的自我剖白给你，好吗？抱歉，有些痛了吗？这些小装饰有些碍事。现在能明晰这种感受了吗？今夜还很长。Drive, lay, drive, away, drive, crazy. Let's